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當然，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意見與看法，也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我們今天有4位來賓，首先來歡迎的是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老師。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清華大學 EMBA 講座駱炳寬老師。何榮好，大家好。還有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莊伯仲老師。大家好，很高興來到這裡。以及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景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們，這個禮拜台灣很 AI， 因為包括了輝達的 GTC 大會啊，還有 Computex 2026接連的登場。那麼所有的科技大咖齊聚一堂，甚至還包括了全球科技巨頭的領導人們啊，像是 Intel 的執行長陳立武也來到了台灣。那這顯示的一件事情呢，大家看的是 AI 的科技是不是要爆發？那台灣呢，在未來的 AI 資料中心，甚至是 AI 工廠、硬體相關的供應鏈，乃至於整個生態系，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大和資本科技的一位產業分析師啊，這鄭勝元，他分析這次 Computex 的核心焦點圍繞在 CPU 的發展，尤其呢是 CPU 在代理型 AI 生態系當中的關鍵角色，以及呢導入 NVIDIA、輝達、Spark 相關系列晶片之後，這個 AI PC 呢將會帶來新一波潛在市場規模的成長機會。而在大陸這邊呢，過去1年來我們也看到中證資訊技術指數啊，漲幅也已經接近了1倍，市值增加超過9000億美元。雖然漲幅落後給一些由晶片股主導的全球市場指數，但是市場普遍認為啊，後續還有更多的催化劑等待發酵。另一方面呢，也看到民主黨啊，就是美國民主黨籍的參議員華倫，因為關注輝達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發展，還有出口管制，以及呢輝達在全球 AI 熱潮當中未來的核心角色，所以在6月11號這一天呢，會邀請黃仁勳出席參議院的聽證會說明。先請教駱老師啊，美中現在都在拼 AI， 那除了科技競爭之外，當然 AI 是重中之重啊。但是這個競爭下一輪的主戰場，您怎麼看？還有台灣在其中的角色？從這個來看的話，我們知道，如果這過去2-3年是 GPU 加 HBM 加台積電的這個 AI 的競爭，那我們下個世代好就是 AI 的基礎建設，包括電力，然後還有它的推理的這個運算 inference， 加上剛剛你提到 Edge AI、CPU、AI PC， 還有開源跟閉源與否，這勢必成為下一代的 AI 的大戰的一個焦點。對，我們知道。這4家這個 CSP 業者，微軟、Meta、Google、Amazon， 他們今年要狂砸6500億美金的支出，在投資 AI 的這個 Frontier 的 model， 就前沿型的這個大模型。那就要將 AI 的這個投資已經推向一個新的一個境界。所以中國主張要開源，那美國 OpenAI 是閉源的，這就是一個競爭。那在電力方面，中國用各種方法強化的電力，補強它在晶片的上的不足，這都是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美中在這個競爭上所產生的一個分歧。那另外 AI 中國將來會強調 AI 的應用，所以它強調機器人，機器人的這個 AI 運用會將是中國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來說，以上就是將來美中在 AI 競爭上可能面臨的3大個競爭的。所以我們在 GT 上面啊，還有在包括 Computex 展會當中也看到，特別是 AI PC。那黃仁勳在他的分享當中也特別提到了 CPU 啊。那未來呢，就像剛剛講，之前是 GPU 是圖形處理器，未來是中央處理器 CPU 會越來越看熱哈。這樣的一個 AI CPU， 您覺得會為資本市場繼續注入多少的動能？這個動能目前沒辦法估計，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過去 GPU 是爆發式的成長，但是呢 ，CPU 它絕對就 AI PC 裡面，它不會是爆發性的成長，而是擴張性的成長，它會擴展到每一個應用載體的領域，讓它去發生，就是讓 AI 的應用到所有的個人電腦裡面去應用，所以它是不會發生像這個 GPU 這種，像 NVIDIA 這種爆發式成長。那 GPU 跟 CPU 過去的應用呢，在一台這個算力機器裡面，它可能 GPU 是1，可能
這個 GPU 是8，CPU 是1。那現在呢，這發展趨勢就是我不需要這麼多 GPU， 所以可能 CPU 是1，那 GPU 可能只2或4，這樣就可以了。所以這個 CPU 的需求量就大幅提高，這就是 NVIDIA 黃仁勳所說的，為什麼 CPU 會大幅的成長？這也是 AMD 過去股價漲了160%啊，從今年3月以來，它已經漲了160%，對，相當的驚人。OK，AI 現在大家都在拼啊，這個競爭非常的激烈，除了硬體之外，還有軟體啊。那當然不得不提到中國大陸的 DeepSeek， 最近 DeepSeek 也傳出了啟動第一次的募資，規模大約是人民幣500億啊，折合美元的話是74億左右。那路透也報道呢，這一輪的投資者包括了騰訊控股、寧德時代、網易、京東這些大陸科技跟產業巨頭。騰訊正在考慮投入100億人民幣，而寧德時代呢，則考慮投入50億人民幣啊，使得騰訊跟寧德時代呢，有望成為這一輪募資當中的最大外部投資者。而總部位在香港的 IDG 資本還有利思資本呢，也被列為是潛在的投資者。至於呢 DeepSeek 的創辦人梁文峰呢，他也承諾說他會投入人民幣200億的自有資金。而在這一輪募資完成之後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落在3500億至4000億人民幣之間。所以這次擴大資本結構的產業戰略目標啊，我們怎麼看，莊老師？這應該是中國史上最大的單筆 AI 融資案哈。那當然有3個意義啦。第一個，過去我們認為 DeepSeek 深入求索比較像一個技術研發中心，它走向了普世的商業化企業。第二個呢，剛剛榮哥有提到，目前參與融資的有寧德時代，對，還有這個網易、京東等騰訊等等，對不對？對。也就是說，過去 DeepSeek 比較像是一個這個單打獨鬥，現在變成一個 AI 基礎建設的一個策略聯盟，變成一個團隊了。好，那第3個意義則是說是一個補血，因為在 AI 的產業競爭裡面呢，這個 DeepSeek 也面臨的人才流失，還有設備迭代問題，所以等於是補血進來。對。不過放在世界天平上來看，哈。這個其實衝擊力並沒那麼大，因為按照各家的流量來計算哈，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 SimilarWeb 這個流量統計，目前在 AI 這種機器人式的這個生成式 AI 問答這種服務方面呢，以前是一強獨大，就是 ChatGPT， 那佔了大概50%哈，那現在慢慢加入了這個所謂的 Google 的 Gemini 啊，那它大概佔了3-4%，也就是說，這個世界的 AI 服務的流量啊，特別是機器人問答方面，大概有80%是被美國人掌握。那我們熟悉的這個包含千問、DeepSeek、豆包，頂多是在6、7、8、9名那邊升降，大概10%左右的市占率而已。那所以說呢，這500億啊，74億美元的融資，對美國的同業來講是個小巫見大巫。坦白講，眼皮可能不會眨一下。這才第一輪嘛。是好，那但是對美國來講，這個只是一個小菜啦。第二個呢，對晶片技術的封鎖，最先端的這個 B200還是買不到嘛，哈。那其他次世代的，只能買到次世代，或者他們自己研發的升騰還是有段距離。第3點呢，過去 DeepSeek 靠的是什麼？就是所謂他們的演算法優化，把廉價的這個軟硬體結構，把它優化到極致來一搏。好，跟巨頭一搏，但問題是有邊際效應締結問題啊，終有窮盡的時候。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儘管這個融資是史上未見，在中國史上未見，但是只是有足夠籌碼，讓 DeepSeek 在牌桌上跟這些大咖玩家繼續玩牌而已。是，那只能說在領導者旁邊扮一個稱職的追隨者而已，至少目前是這樣子的。是 H200啊，就是輝達這個想要賣給中國大陸這邊的。後續呢？等一下，我們特別來看這個問題。而特別看到的另外一點哈，就是在美國這邊啊，因為總部設在舊金山，他們開發出 Cloud 系列 AI 模型的這個 AI 新創公司啊，也是最近非常火紅、被熱議的 Anthropic。他們目前的市值啊是3800億美元，而他們的專長呢是開發通用 AI 系統跟語言模型。這個禮拜呢，他們卻拋出了一個報告，提醒大家，而且是警告說，最新模型已經開始出現可能脫離人類控制的跡象。英國金融時報就披露 ，Anthropic 呢目前雖然正在跟五角大廈打官司，但是也已經派遣工程師進駐美國國家安全局啊，部署 Cloud Mythos 這款 AI 模型是用在進攻型網絡作戰。因為 Mythos 呢最大的功能啊，最強的功能就在於幫系統找漏洞，對於資安的提升會很有幫助。好 ，Anthropic 跟五角大廈打官司呢，是因為啊 ，Anthropic 試圖限制美國政府使用他們所研發的 AI 模型，要大規模的來監控美國的公民，以及呢用在具備自主殺傷能力的無人機，
所以呢，五角大廈呢就把 Anthropic 呢是列為供應鏈風險，然後 Anthropic 就因此對五角大廈提出告訴。現在我們看到，全球 AI 題材是越來越火熱的情況之下，可是也聽到了 Anthropic 提出了這個警告，好像是拉起了一道道德風險的防線哦。劉老師覺得這是一個商戰策略，虛晃一招呢，還是未來真的有可能在中美的 AI 競爭之下出現這種 AI 的高風險？我覺得這兩個都有啊，兩個都有。其實如果你說新的科技出來啊，新科技出來，我們其實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呢，其實我們看的就是人類的科學智慧和人類的政治智慧啊。那到底是一個野獸，一個新的東西被放出來，它怎麼被套上個枷鎖，能不能管得住它啊？那麼過去常常有很多新的武器出來以後呢，然後現有的國際政治秩序慢慢的就把新武器把它吸納融到這個國際秩序裡面，它沒有顛覆掉國際秩序。可是 AI 是不一樣 ，AI 是來的又快又猛又急啊，人們連適應的機會都沒有啊。都沒有的情況下呢，所以就有很多人擔心，哎，那我們的人的智慧是不是能夠控制得了 AI 呢？哈，科技的智慧是不是要控制，要不然它失控了怎麼辦呢？那你說這個 Anthropic 它之所以要提出來呢，其實是噱頭呢，還是真的風險？我覺得兩個都有，一個是很多人他真的擔心，說明他們真的擔心。那第二個呢，當我提出來說一個道德風險的時候，我把我自己拉高了，我在拉高我的層次拉高，我跟別的其他 AI 競爭對手不一樣啊。你看，我又跟着發展，那我又強調這個道德，做出一個區隔，那我有道德，那我有道德，那麼那有些人就覺得，哎，那這個不錯哈。當我們對 AI 有疑慮的時候，那這家的 AI 不錯，對，所以它也可以吸引一些新的客人。所以不管是他提出真的警告或者政治噱頭，我覺得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对，其實早期我們也聽到，像 OpenAI 也提出過警告哈。不過現在看它現在在發展 AI 的情況之下，那是不是跟早期他所提到的、所預警的有沒有相符呢？那晉哥又怎麼看呢？因為科技到了一定的極致之後，其實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動不動現在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之下，國家跟國家之間，尤其像中美這種強烈競爭之下，可能就拿國家安全作為一個大帽子，然後呢要求科技業來符合國家安全的一些相關的這些 policy， 甚至是 strategy 啊這種政策策略。您怎麼看 AI 武器化？我不禁要想到一句話，就是最邪惡的思想都是來自最高尚的道德，所以打着這個國家安全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但是呢，人類科技不斷進步，我們一直這個都在擔憂，說是哪個武器出來之後會整個就是脫韁野馬，譬如說當年的毒氣、馬克沁機關槍，甚至核彈出來，但事實上證明最後還是受到人類的約制。但是呢，我們講實在話，這個東西對於 AI 啊、人工智慧或者人工智能啊失控的現象，早在1980年代好萊塢拍那個電影啊《Terminator》。最後絕滅者就是預言了戰爭這個機器跟人類的戰爭，然後人類挫敗之後躲到那個坑裡面，然後等着這個最後的絕滅者來絕滅它。所以說我們都知道，這個其實人類一直有這些擔憂，但是呢，確實有沒有真正的成真，我覺得這個我必須要這個提醒。人工智慧牽涉到這個運用在這個就是這個軍事啊國防上，老早就在，而且包括情報收集也是這個名詞叫做決策支援系統，就是用來計算這個物料管理、彈藥、油料、工材、醫材，後勤運輸，這個情報分析研判。它這個所謂人工智能最大最強的地方，它是拼湊那個 missing 這個 pieces 的，然後它把它拼湊出來。因為我們這個傳統的戰爭之中，西方的兵學之中就講戰爭之物，如何能夠看穿戰爭之物，靠着這些就是說這個人工智能的資源，然後把它拼湊出來。這個是老早運用了幾十年的東西，但是現在只是愈演愈烈。譬如說剛才您所講的遊蕩彈藥，它自主去自動辨識，自主去接戰。這個絕對是有可能會失控，這個已經是在講，我們戰爭都要負責任。那最後呢，扣扳機的手就發現它是自動的，那到時候呢，製造這個扳機的人是不是呢能夠卸責？這些都是問題。我們今天這個開了槍打到了直接的傷害，這個是個人可以負責。對，但是你把水壩炸了，然後水壩那個水傾瀉而下。這個是戰爭法規目前也是要禁止的。可是呢，將來能不能戰爭法規禁止到，就是說
說，這個 AI 假如是這個利用了人工智慧自動辨識、自主接戰，那最原始的這個就是啟動者要負戰爭的罪行。我覺得這個都是人類的要用智慧來去存在。目前在戰爭法規中確實存在法律這個盲點，但是我們人類要對自己有信心。這個我認為最後絕滅者還是這個叫做不會像這個阿諾·施瓦辛格在那個電影上那樣出現。對，我覺得人類不會說是縱容到那種地步。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決策者慎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繼續還是從科技議題來看哈。英國的晶片設計公司安謀科技的首席執行官雷內哈斯，他最近提醒，他認為幾乎不可能阻止向中國大陸出口可用於 AI 的 CPU 啊，因為呢，他說這個 CPU 的用途廣泛，很難區分哪些是專用於 AI， 而且呢，也很難像對於當初對這個輝達生產的 GPU 那樣呢，對 CPU 設定具體的性能阀值還有內存帶寬的限制。講白話一點呢，就是無法做到像降規這樣的一個方法。彭博也報道呢，中國大陸至少有7所支持解放軍跟國防產業的大學正在尋求取得輝達 H200晶片的使用權，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還有西北工業大學，就屬於致力於支援解放軍的精英大學群體，所以呢，也被外界稱為是國防七子。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呢，去年就有一份報告表明，說 H200的運算能力大約是先前獲准對中國大陸銷售的 H20晶片的6倍以上。好，那又回到了這個 H200啊，這個關於 H200的禁止啊，然後解禁啊，這個戲碼我們看到啊，就是一下子解啊，一下子禁啊，不斷的上演。但根據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最新消息，陸老師你怎麼看？就是支援解放軍發展的，剛剛提到國防七子這些大學都可能拿到 H200的這個消息，以及它後續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事，因為為了滿足美國那個政府裡面的鷹派的要求，所以美國一定要對中國的這個晶片要做一個禁止的一個行政動作。但是呢，他現在只是希望我是戰略上延緩你中國的 AI 追上我，他並沒有辦法全面的禁止，所以他只能禁止說你不要超過我，你大概晚我1到2個世代，是這樣一個情形。那第二個呢，算力的所有權跟算力的使用權又不一樣，所以這個中國的這個西北大學的國防七子啊，他沒有擁有這些 AI 晶片的所有權，但是他可以用雲端租賃方式來使用這些 AI 晶片，就是我沒有擁有，我物理上沒有擁有你，但是我卻可以用雲端上傳的方式，我卻使用到這些晶片。那美國政府對這個呢，又沒有辦法強烈的禁絕，就是禁不了啊。對，就發覺他是沒有辦法禁絕，那他也不會真的就去做一些禁止動作，所以這個非常微妙了。哦，那第三個呢，這樣又可以滿足美國這些科技大廠 NVIDIA、Intel、AMD 他們的晶片還可以賣到中國大陸去，又維持這樣，所以是3方都滿意一個情況下，雖然3方並沒有坐下來談好這樣一個方式，但是三方啊也有這樣一個默契，說我就做到這樣就好了。美國禁止，中國想辦法，它不管是雲端使用，還有從第三地取得這個晶片，中國到現在還是繼續在做。那 NVIDIA 呢，繼續想辦法把它晶片能不能實體的賣到中國，因為中國很多的業者，那美國政府也許可啦，像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TikTok 都美國商務部都許可，他們可以買這個 NVIDIA H200的晶片，這個是沒有問題。所以這很像是一種不能說的默契，是吧？對，就是沒有形成默契的默契。OK， 沒有形成默契的默契，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彼此之間有這個默契。對 ，OK， 那所以國防啊背後的力量當然是高科技哈。這個法國的海軍新聞啊，最近跟美國戰區網站呢先後報道，就指稱說他們最新拍到的衛星照片啊，一張是在5月31號，一張是在6月1號，說這照片顯示呢，大陸江南造船廠下水了一艘全新型號的攻擊型的核潛艇，那主要的特徵呢是流線型船首、X 型舵，還有極小的
指揮微殼。帆罩呢則是標準特徵，但是設計者看起來是想打造更流線還有減阻性高的前艦，所以呢去除帆罩。衛星照片顯示呢，這艘全新型號的攻擊型核潛艇啊，長度大約是120米，接近維吉尼亞級核潛艦。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呢，它沒有傳統的指揮台微殼，無帆罩設計有助於減少水下阻力，還有降低噪音。根據戰區網站他們的報道說，長度剛講說120米，寬度大概10到11米左右，比中方現役最先進的093B 型核潛艇啊。而且是核攻擊潛艇呢更長，這個是金哥的專業哈。您就我們看這艘報道當中，這個大陸全新型號的攻擊型核潛艇，那特別是講到了潛艇，美日最擅長就是常宣傳說他們把前艦啊、反潛兵力啊主要潛伏在宮古海峽、大隅海峽、對馬海峽、巴士海峽還有巴林塘海峽等等海峽哈。哇，真是密密麻麻。好，那所以呢？現在說到這艘最新型的攻擊型的核潛艇，在應對美日聯手的這個前艦布局上，有沒有特別值得觀察的點？我想第一個先從這個海峽，你剛剛提到那些就是有關這個美日希望遏制啊中國大陸這個向外，然後管控，就是去主控了很多海峽。我要提醒，假如不是在你的未來假想敵手所必用之航道，我們經常有一句話講說，這個地方能形成戰略要域，必然是攻者所必取，守者所必固。假如他根本不要用那個航道，比如說青津、中古啊、馬嘎薩、這個龍目啊，這個多得不得了。那這麼多海峽的話，就是說你必須人家要去的地方，你能夠卡住它，才布在那邊嘛。對，然後呢，你用了這個就是第一島鏈上這些島嶼之中去卡住它，它現在在那邊整軍軍武，到底能不能達到它的目的？而且呢，它要能夠去這個保護自己的安全，你要知道。你在你這邊沒有進入一個這個就是飛彈陣地之前，這個地方是絕對不會吃炸彈的。你這你設了一個基地，你就等着吃炸彈。對，所以現在為什麼琉球那邊就是對於反戰呢，那個聲浪越來越高，而且對於這個日本呢，就自衛隊要那邊加強駐軍那個整個社會反彈很強。就是你將來這個徒有這個怎麼樣？徒有地之利而無利與治豈非禍之有？對不對？你把這些人搞來，那不是很糟糕嗎？第二個呢，我也要提醒，假如這個東西真的這麼好，對不對？那為什麼這個拖到潛艦在這個人類的歷史中已經幾十年、近100年了，為什麼到現在才冒出來？各位你要知道，那個艦體像這樣子上面沒有這個帆罩，對不對？你有沒有想過它可能會滾啊？那個船會滾啊！我們一般的船在旁邊還有多2個縫，叫閉龍骨，就是要遏制它的 rolling， 就是那個水流、海流，然後它可以讓它穩定前進。側邊來到那個整個船會這樣打滾的，所以不要以為說是任何新型設計，這個新型所有的這些艦船設計有這個長處就有那個短處，這個沒有說只有利而無弊的。那現在呢，大家都在那邊判斷這個那個這個到底是不是核潛艦？我覺得大家也要了解，這是因為從它照片之中看出來，就是說跟一般的柴電潛艦的排煙這個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做一個判斷。那到底它最後真正的它所謂的任務職能啊，我們講說它 mission role， 它的任務職能是什麼？我覺得這個都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所以呢，我們呢，對於所有軍事的預判，尤其是這個就是這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大陸的軍事預判，向來都是非常失誤的，對不對？往往這小孩剛生就在討論未來太太要娶誰，對不對？結果真正呢，很多東西呢都在完全沒有注意的中就橫空出世。歼20就這樣，對不對？好幾個6代機，呼一下就橫空出世。您看這個，其實最近看起來日本蠻緊張的哈，所以就是尤其是在中美西川會之後這個看起來中美的關係是稍微緩和了一些。那當然，大家也會聯想是不是東亞這邊會出現一個戰略真空？因此呢，就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初就立刻找來了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仕兩人在東京會面。那兩國呢，除了宣布將菲律賓提升為日本在東南亞第一個全面戰略夥伴，還共同宣布叫正式啟動太平洋專屬經濟區，也就是 EEZ 跟大陸之間的劃界談判。
不過這幾天其實引發熱議啊，因為大家在想的是台灣在哪呢？那台灣有沒有發言權呢？好，中方外交部已經對此嚴肅重申，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並且指日菲兩國在台灣東部海域的劃分計劃已經侵害到中方的海洋權益。台灣方面呢，也聽到了外交部有發言了，說已經要求日本跟菲律賓呢提供談判海域的詳細範圍與資訊，因為相關水域跟台灣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有高度重疊啊，呼籲日菲兩國務必考量台灣的權益。但說了有沒有用哈？好，我們時間往前推來看，日菲兩國呢在2024年7月就簽署了這個相互准入協定啊，2025年呢9月正式生效。那這也是日本自2戰以來首次跟亞洲國家簽署的部隊准入協議。這個協議其實就是呢，允許兩國軍方可以進入對方的領土部署、參與聯合軍演，而且大幅簡化人員跟武器裝備的通關程序。這邊有一張圖，就是這次啊，我們看到引發這個熱議的部分。好，這個顏色很清楚哈。那來看，日本是藍色的線哈，因為呢，他說這個他經濟海域哈就劃分這個樣子，這樣的一個藍線。那菲律賓呢，紫色的，兩者的重疊部分就是說他們要來協議要談判的範圍。可是別忘了，這個台灣也在當中，台灣的專屬經濟海域哈是也涵蓋在裡面。因此這一次呢，看到台灣跟大陸的態度哈有不同之處哈。台灣說肯定日菲談判呢，海洋權呢恐怕會邊緣化。中國大陸則是反對啊，並且派艦巡航，強化台灣的代表權。好，所以呢，這次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哈，我們看到的是說，其實日本最近這段時間其實動作頻頻。我先請教劉老師了，因為從日本的武器外銷解禁到現在呢，說這個專屬經濟區要跟菲律賓一起來共同談判哈，特別大家就聯想到了，最近包括台灣也在講說這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可是台灣方面沒有發聲哈，也沒有特別針對這個事情有什麼樣多做的一些解釋。那你怎麼看呢？就是日菲對中間的博弈關係？對，這個講起來哈，就我們看到日本呢，你說高市早苗上來以後，他其實在外交上比我們表現的想的要強硬，而且他是一整套的一個策略。你先不要講說哪個之前的，你說這相互准入協定，你看他今年不是參加了菲律賓的肩並肩演習嘛？哈，對。你說更早一點來看呢，在5月2號的時候呢，高市早苗事實上到了越南，到了越南以後，然後到了澳洲，然後同一個時間派了小泉進次郎到了印尼，然後印尼以後到菲律賓，然後到菲律賓以後，小泉進次郎到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這樣的對話的時間，然後那麼高市早苗，那麼日本政府就把小馬可仕請到日本去。其實是5月28號，5月8號他們是國事訪問，他還在這個國會演講，還贈詢日本的天皇夫婦，請這個小馬可仕夫婦吃飯啊，把他整個提高。那位階提高呢，強調說幫你怎麼樣軍事的現代化，這個潛艦的水面上的這個武力啊等等。因為今年呢，就高市早苗來講，他是10年前他師父安倍晉三提出來了這個印太的之類的10周年嘛，所以他想夯實的15年觀念啊，然後他這樣想，美國如果說你要改變策略，日本要扮演更重要的領導的一個角色啊，所以在這整個情況下，菲律賓的態度又改變了。菲律賓呢，本來呢，他是在美國打伊朗以後呢，菲律賓因為需要中國的肥料，所以菲律賓對中國的態度有點軟化。有點軟化講說，包括開發的海底的天然氣啊什麼的，他才跟中國一起開採，他採用比較開放的一個態度啊。可是開放態度就到了日本去以後，日本這麼高規格的接待怎麼樣？那菲律賓又開始強硬起來，強硬起來以後就回到你剛剛講的問題了。然後他們在海上的這個海面上的這個 EEZ 哈，就專屬經濟區，海底的事實上是大陸架。啊，我們有或者叫大陸棚啊，大陸棚還叫海底的這個大陸的劃界，海上的專屬經濟區。那這一劃把台灣劃沒有了，那我們呢？所以當然，所以我覺得外交部最早的時候態度太軟弱啊，太軟弱就引起很多輿論的撻伐。對，撻伐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什麼樂界，我們這搞沒有了啊！那外交部整個才強硬起來。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該講的話，還是要講。你跟一個國家關係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我們的利益，我覺得要捍衛，這是很重要的。莊老師啊，您覺得日菲雙方這個主動背後有美方的影子嗎？應該這樣講哈，絕對有。不過日菲雙方小心翼翼，避免讓中國抓到把柄。
好，那我來錄影前還特別查詢了菲律賓跟日本的媒體哈。那以菲律賓的這個詢問者報跟新報為例哈，幾乎沒有提到台灣，有的話也是只字片語，然後呢是提到別的事情就順便提到而已哈，所以我們覺得很遺憾。那倒是呢，中國提到了很多啊，美國就我不講啊。第一點呢，菲律賓媒體主張中國最沒有資格講國際法，特別是國際海洋法公約這些東西，因為2016年南海仲裁案結果宣判，中國的看法是不承認、不接受、也不理會。第二點呢，這個菲律賓媒體強調，他們是把原本模糊的南海問題變成更透明的一個狀況，讓世界各國可以來監督管理，雖然認為是好事。第三點呢，他們也特別強調，他們無意挑釁中國，他們只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自主而已。那日本媒體的報道就更有趣了哈。第一點呢，我們不管是主流的讀賣新聞，或比較保守的這個財經新聞、溫和的朝日新聞來看哈，第一點他們會主張說，中國可以出來倡議啊，一帶一路，讓他們出來倡議啊，這個 RA 啊，相互准入協定，為何不可？因為天下之大，不是中國一國所能獨治嘛。更何況日本跟菲律賓不是最近這幾年才有合作，因為戰後這幾十年來，日本一直是菲律賓最大的發展援助國啊。那此外呢，日本方面提到一個叫做兩海聯動的這個戰略，也就是說，日本視為命脈的宮古海峽跟尖閣群島，就我們講釣魚台列嶼哈，是跟南海是聯動的。如果南海有失，日本不能扮演角色的話，會危及他們國際民生，所以他們這樣做認為是對的哈。那總的來說呢，日菲兩國媒體呢的輿論揭露3點：第一點，確實是攜手合作了；第二點呢，他們追求的是務實的理智，而不是面子；第三點呢，他們特別強調沒有美國啊，他們不會挑釁中國，也無意跟中國抗衡，這是他們特別強調的。建哥，我看到你有發文哈，簡單30秒就好了。您特別點名了海洋法學者。對，我在講啊，其實這個最簡單，請參據哦，1969年啊，北海啊大陸礁層劃界案，2個國家在左邊跟右邊，你無論怎麼樣，你的海岸線沒有連接，你不可能畫個東西把中間那個東西給蓋住，這是最基本的。最後劃界的結果，那德國啊去告丹麥跟荷蘭，這個就跟當年啊一樣，丹麥跟荷蘭合謀，然後呢，他最後就是中間把它卡開了。我們要要不要學德國？這是綠營的政治智慧啊，對不對？而且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5條、第84條，無論你怎麼畫，你看你能不能在聯合國秘書處註冊，只要有人有異議，你都是白畫。好，所以這件事情還有後續啊，我們會繼續的觀察。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關注伊朗局勢，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寰宇全世界。這個禮拜，我們看到了伊朗出現了重大的局勢轉變啊！因為首先可以看到是美國聯邦眾議院啊，在這個禮拜他們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限制呢美國總統川普在伊朗的戰爭權利。那其中呢，包括還看到有4位共和黨的眾議員是投票倒戈了啊！所以 CNN 也分析說，這顯示川普現在在伊朗議題上的處境是越來越艱難。另一方面呢，川普對於伊朗的問題啊，最近也語出驚人。他說呢，美國不需要跟伊朗達成協議就能夠取得濃縮鈾。他說他不想跟伊朗最高領袖穆基塔巴會面，而且說美國現在就可以取得濃縮鈾。另外，跟伊朗相關的消息啊，從川普口中說出來，還有一則是讓人吃驚的，就是《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川普私下告訴幕僚，如果伊朗殺害美軍，他將考慮結束跟伊朗之間的停火。但是美方官員仍然強調，雖然現在還是有看到零星的衝突持續發生，但是已經暫停好幾週的空襲措施，目前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美伊雙方目前還是持續停火中。《華爾街日報》也研判到，川普遲遲不願意重啟美伊戰爭，這顯示出他可能願意承受目前一些比較小規模的衝突，持續幾個禮拜甚至是幾個月，來避免中東爆發規模更大啊、範圍更廣的衝突啊。現在簡單來講，華府的立場是有意在避戰哈，所以呢，雖然說這個零星衝突啊可以接受，不過呢，大規模的應該是不想看見哈。但是川普剛才又講說，
不用打，我們也可以取得農所有，到底它是從何而來的這樣的一句話了？劉老師你怎麼看？這個問題其實分兩方來講哈。那個川普的一個講法就是說，我有能力啊，我也知道它在哪裡啊。這個農所有現在還是就在地底，但是沒有說我現在就要取。也沒有說我現在就要取啊，他說我有能力啊，就是他認為他有能力，但也有能力取得，對，那也不表示他一定取得得了，对，他只說我有这能力，但是你说你知道他在那地底到底在哪裡呢？你說知道，但是國際原子能總署也並沒有確認說你到底在哪裡，對不對？所以你說你知道在哪裡，但是國際上沒有 confirm， 然後你說你有這個能力，那是你說的，但是能不能取得？這個其實還相當的困難，但是起碼有一件事情，他就表示我有這信心嘛，哈。那你說至於他是不是能夠容忍小規模的衝突呢？其實這其實也是我覺得是個策略問題啊。這個問題，因為你說像國內支持他打仗的這個民意支持度這麼低啊，然後什麼戰爭權利法案當然不見得過得了，川普還可以否決，那還可以，那只是起碼象徵意義告訴你說，共和黨有人倒戈了，有人不見得支持你了哈，然後你有這麼多的一個這麼可能反着你這麼盯着看，所以我正好希望說，哎，那這個戰爭不要重啟。可是問題是，很多戰爭打着，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不見得能完全控制。比如說最新的消息看到，伊朗事實上它已經對波斯灣的這周邊的國家發動攻擊，打科威特不是被他攔下來了嗎？巴林也發了嘛，對不對？啊，那是萬一沒攔下來呢？萬一沒攔下來，萬一這個結果那個中東的這個戰爭爆發到海灣的戰爭一下爆發起來，那你川普再說沒有，這還在停火期間，這是小打小鬧，那時候你也很難自圓。所以他是這樣想法，也讓那些溫和派的伊朗的人呢，他伊朗內部的溫和派可以有機會可以取得一些聲音出來。因為你如果馬上反擊的話，那強硬派就說你看嘛，還是強硬是應該的，溫和派更沒機會出來了哈。但是這樣的會不會成功啊？等不等得了？能夠等多久？我覺得是有待時間來證明了。對，您剛剛提到說，最近伊朗對科威特動手，哈，這個 BBC 也報道說，科威特國際機場呢，在3號這一天呢，就被伊朗的無人機襲擊，結果造成了1人死亡，63人受傷。那這也是美伊從4月停火以來呢，不安國家第一起通報被伊朗攻擊而造成死亡的事件。另一方面，路透也報道指出呢，雖然以色列跟黎巴嫩3號在華府的談判裡面有同意停火提議，但是黎巴嫩真主黨的領袖啊，就卡西姆，他立刻透過了書明聲明表示呢，拒絕接受協議，因為他強調真主黨組織並沒有參與這場談判，也批評這個停火協議就像是在消滅部分黎巴嫩人民，並且把其餘的民眾視為奴隸的計劃。所以他說，只要以色列的佔領持續存在，真主黨的抵抗就會繼續進行下去。而以色列防長也揚言啊，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擁有進行軍事行動的自由。也為了回應以色列的社區還有領土遭受的攻擊呢，以軍可以對貝魯特發動打擊任務。這個科威特被伊朗攻擊，以色列現在又不願意停止攻擊黎巴嫩啊，真主黨也放話了，只要以色列繼續佔領，他們就會持續戰鬥哈。可是我們剛剛提到嘛，美國的態度現在感覺上是比較偏向避戰的哈。那中東我們常常講說是代理人戰爭啊，現在他們的行動邏輯您怎麼看？我覺得大家要了解這個中東的局勢，就跟我們人類身上長的皮膚病一樣，它只能讓你身體好時，它不會發出來，對不對？身體不好的時候啊，這邊又發炎了，就跟你的這個腳氣病一樣，你永遠沒辦法，我沒有腳氣病，沒辦法讓它斷根。不是，我們真的有很多的東西就是如此。那今天這些，就是說。這個代理人戰爭啊，就是你去打的，把它就打牌，但是代理人也可能會反噬啊，也很可能啊，你利用完了之後會尾大不掉。所以現在為什麼說是這個各個這個小的派系，這個也不服，那個也不服，以色列也講哎，我有啊，我完全行動自由。這就是表示你大哥鎮不住。這個裡頭啊，我們國際政治的領袖啊，一方面是靠實力，另外一方面靠的是威望。威望是說你不用真正的去攤牌，然後去這個叫做不必說敬酒不吃非吃罰酒。能夠鎮得住自己人，但顯然呢，川普啊，慢慢，這個美國這些在中東地區的威望啊，確實在下滑。尤其是2月28號，是你先把這個事情捅出一下馬蜂窩，那你現在要說叫別人停手，這個確實是很難。對，所以呢，我覺得今天我們在台灣也要想想看，這個很多人很甘心啊，說希望美國來打台灣牌。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當美國有一天不打台灣牌，把你台灣啪一下扔到那個牌扔到桌下，你也要心裡要有準備，那個時候你怎麼辦？中東局勢啊，陸老師啊，因為我們如果從經濟層面來看的話，川普現在採取比較避戰的角度跟立場啊，可以理解他的邏輯，因為這一定會造成戰爭，造成通膨啦，然後呢，經濟就會造成他的壓力啊，影響其中選舉。對呢，那接下來呢？所以這個很弔詭。我們在政治學上，如果大國他想要避戰，不願意親自下場的時候，他會選擇透過代理人來進行這種博弈。我們叫做 the tail wags the dog， 這尾巴在咬狗，不是狗咬尾巴了。哦，就是有發生這種情形，像伊拉克的真主黨，當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黎巴嫩的政府跟以色列在華盛頓談和解的時候，那真主黨沒有參與，他當然不願意成為這個被談判的對象。是哦，所以他就要去衝突，他拒絕接受這個城下之盟。那以色列呢，他就一直制造這個刺激，創造既定事實，讓他戰術自由更極大化。那對伊朗來講，他圍魏救趙，你們要欺負我的代理人，不行，我就要打你科威特、巴林。我讓你們知道哦，以色列打真主黨就是在打我的代理人，我就是要去救他，要讓這個衝突持續的繼續。那等於是雙方代理人都在測試對方的底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所以當代理人發生這種情形的時候，就是最主要原因要把他的組織拖下戰場。對。陸老師，這個20多年前在弄國際新聞的時候，其實你看中東這個問題真的是沒完沒了哈。不過莊老師啊，是除了中東以外，現在美國現在在中南美哈是持續看到他們對古巴出招啊，因為美國財政部也公告說呢，已經對古巴的總統迪亞士卡奈還有部分相關人員，甚至是實體啊祭出制裁。根據路透的報道說，這次制裁的對象還包括了另外4名個人跟5個實體。而現在呢，當古巴總統的這個迪亞士卡奈呢，他66歲，他是在2018年接替勞爾卡斯楚啊，成為古巴總統。這個勞爾卡斯楚呢，就是前古巴領導人培雷爾卡斯楚的親弟弟。所以呢，針對美國的這個制裁啊，古巴的外長已經強烈反擊啊，說美方的制裁是卑劣。強調這是美國干涉主義的最新例子。他也說呢，美國每一項意圖在兩國之間制造衝突情境的行動都將注定失敗。我要問的是，美國對古巴祭出的實體制裁，您覺得哈，我們從往例來觀察的話，會不會可能是特別軍事行動的前兆呢？是的，美國經常制裁外國，但針對國家元首制裁倒是不常見。過去常遇到的就只有這個委內瑞拉馬杜羅，對，或敘利亞阿塞德有針對個人來制裁。不然都針對國家哈。那我下午也特別查詢了古巴的官媒，叫做《格拉馬報》啊。那綜合言之呢，可以8個字來形容，就是表面強硬，內心憂慮。表面強硬的時候，就如剛剛榮哥講的哈，這個官媒還是把美國好好的數落一頓，非常有底氣哈。比如說批評美國又在搞新門羅主義，美國老是 trouble maker， 那美國注定失敗，就跟在伊朗戰爭一樣。但講到內心憂慮呢，為什麼呢？因為他報道也提到，就是說這是針對制裁的對象包含金融、糧食還有能源，那等於是古巴的死穴嘛。過去古巴靠這個來維持基本的國家收入。那如果這個制裁的話呢，勢必會類似一個經濟絞殺戰，勢必讓這個古巴的國際民生受到損傷哈，而危及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所以這些官媒的報道最後還是有要求啊，民眾要鞏固領導中心啊，大家力挺政府來對抗邪惡的美帝。那會不會變成這個真相戰爭呢？如果綜合各國媒體來看，應該不至於的，因為老美希望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嘛。這種經濟狡殺戰實際上已經有等同作戰的效果了，可以讓古巴卻步了，可以讓他退縮了。第二點呢，這個美國戰勝古巴應該是板上釘釘、分分鐘的事情，但是戰後才是問題的開始，是包含這個難民問題、國內治理問題，還有一些社會治安問題，都是很大的 trouble。再來呢，則是美國在拉丁美洲形象已經很不好了，如果在發動戰爭，形象只會更差，所以估計呢，應該還是維持在不戰而屈人之兵。OK， 同樣30秒，打與不打古巴的評估。我認為打的幾率不高，但是呢，古巴呢被制裁了這麼多年，死豬不怕熱水燙，放馬過來，真的啊，因為你要知道，你新的制裁措施的邊際效益事實上在遞減，所以我覺得應該幾率很低。好，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關心的是美股在週五出現了大跌，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
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来看，美國股市在週五出現了大幅下挫的格局啊，道瓊工業指數呢是下跌695.15點哦，跌了1.35%。標普500下跌2.64%，那麼科技為主的 Nasdaq 指數呢下跌4.18%啊，創下2025年初以來啊這個關稅風波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費半指數也是重挫了超過10%。那麼受到美股重挫的影響呢，台指期夜盤也大跌了3006點，跌幅是6.65%。所以呢，大家也很在關注跟擔憂的是，下周一開盤台股會不會面臨沉重的賣壓？有一個最新數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啊，這個5月份的非農就業指數啊，就是新增了17.2萬人，是高於市場預期的。失業率持平在4.3%，強勁的就業數據呢，也讓市場對於聯準會最近這個降息的預期降溫啊，當然也帶動美債的殖利率攀升。好，所以提到了這個聯準會，現在大家最關注的就是降息升息與否哈。這個降息的幾率真的是越來越渺茫嗎？甚至還可能會升息啊？這個的確，這個非農就業人口增加了17萬人哦。本來對這個資本市場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因為你就業人口增加，表示美國經濟還很活絡。那本來預期9月份要降息的這個希望就落空了。那既然降息落空的話，表示 AI 這些投資資本市場的成本就會增加了。是，所以就引起這些股民的疑慮，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因為 AI 股的漲幅實在已經過高了，它的本益比也過高，它的估值也很高。當然，我們知道 AI 或許都是有它的實體成長。哦，不管這些 CSP 業者，他們都賺錢，而且都賺得很錢，都是實質的，哦，不是虛的。但是雖然你漲了，你漲的可是未來5年、10年的這個成長，但是你現在並沒有賺這麼多，所以那個過熱訊號有看得到。對，所以他就說這個大家質疑，就說你這些公司到底你投資了這麼多，像我們剛剛講4大 CFP 投資6500億美金，你能不能賺得回來？大家質疑。那第三個就是有2個指標股，就是 Broadcom 博通還有美光，他們這2天呢，博通跌了17%，美光跌了20%，這2個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標股，那就整個把他們的整個帶下來。覺得這個我們接下來要注意的警訊是什麼？警訊，禮拜一台灣的股市開盤是一個最重要的訊息，因為我們的期指跌到3006點。哦，那禮拜一看誰就看台積電。如果台積電的跌幅沒有超過5% 的話，那表示這只是 AI 股的短期的一個回檔現象。哦，我們還可以去比較健康的來看。如果台積電跌幅超過5%、6% 的話，那表示這個效應還會持續擴大。那當然，我們台股會跟着美股聯動。當美國的這些科技股都狂跌的時候，我們相信台股就不會太樂觀了。要關注哈，對，要持續觀察它的發展。好，那其實台灣現在也很關心的，就是說跟關稅相關，因為最近又來了哈，就是說這個川普裡面常常在強調他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字就是 tariff 啊，關稅。那現在呢，這個關稅有一個最新進展呢，就是美國貿易代表 Grillo 他表示，美國將會遵守跟歐盟、日本還有台灣這些貿易夥伴所達成的關稅上限協議。儘管呢，最近美國以強迫勞動還有產能過剩這些問題作為理由，那依據301條款對多個國家展開新一輪的關稅調查，但也不會推翻既有的貿易安排。大陸的微信公眾號中國貿促就發布消息啊，對於中國大陸跟香港也被列入適用12.5%稅率的經濟體名單當中，表示說呢，美方以關稅手段進行政策施壓，具有明顯單邊主義跟保護主義的色彩，差異化稅率安排也明顯違反非歧視原則。中國工商界對此表達強烈的不滿與堅決反對。所以看來川習會之後，中美關係雖然有和緩，可是後續還有很多的戲碼要上演啊。劉老師啊，您看目前美方在做法上面，一方面是有意要緩和這個市場對於美國可能會提高盟友關稅的疑慮，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拿這個301條款出來啊，對於中國大陸累積新一批的談判籌碼，301真的這麼好用？
對，301是很好用，是很好用，因为301本来它就是一個談判籌碼啊。有的時候就國際政治經濟來講，比如我301完以後，那有些國家他答應的跟我簽訂，假如我是美國啊，他跟我簽了一些貿易協議，但這個協議他並沒有認真去執行啊，或者並沒有把它入法。啊，於是他說，哎，你要把它 codify，要把它變成法條化，要真正執行。你看301對我們，所以我們現在趕快要用法律上要規範，是不是強制勞工的或上面不讓他進來嘛？對吧？我們就是受壓力之下啊。那你看，那麼當然格里爾是講說，那我們跟你們已經達成的協議的這個稅率是不會變的，你放心啊。他說 ，a deal is a deal 啊，那簽了就簽了。可是問題是，他還有很多方法。不改變的稅率，它可以對你施加壓力。比如說232啊，232裡面它哪些東西包括在232裡面，它可以調啊。它沒有改變跟你談的對等關稅稅率，但是它把原來不在232裡面，把你放在232裡面，對不對？那還有很多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啊，它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整你。或者他可以講說，哎，比如你下一輪在談判的時候，他可以累積下一次談判的一個籌碼，將來一個累積相罵本嘛，或至少可以罵你嘛，對不對？所以他起碼不管在道德上或者在經濟上，他總有辦法調查。然後呢，他調查以後怎麼執行？調查要花多少時間？永遠這個壓力懸在你頭上，讓你於是你不希望他真的怎麼樣施加壓力，你必須在別的地方做些讓步。這是美國非常常用的。有票也非常好用的一個談判的一個工具。301好用，但是他看起來最近用這個301也小心翼翼的。對，當然他也當然也怕。你看這個關稅一來了以後啊，關稅一來以後影響到美國很多經濟嘛，美國經濟，所以那個Financial Times才講說，緬因州那些種龍蝦的那些人本來挺川普，但是後來不行的話，那麼我可能不支持川普了，因為什麼東西都貴了，對不對？所以我們創個名字叫龍蝦造反嘛。OK，就是這樣子。對，因為在這個習川會之後哈，其實看到這場會議呢之後有一個結論，當然就是美國貿易代表署哈，也啟動了美中貿易委員會這個公眾意見徵詢程序哈，這是在習川會之後同意要成立的這個雙方的貿易委員會，現在要準備正式啟動。那美國貿易代表署也表示呢，目前是在針對特定類型的非敏感產品進行意見的徵求，那截止日期是7月10號這一天。川普的關稅政策導致通膨，根據 Morgan Stanley 的最新的研究指出呢， Walmart 正在透過壓低雜貨售價，把雜貨通膨率壓在整體食品在家消費的 CPI 之下，希望呢為家庭日常支出提供短期的緩解方案。那他們也發現呢，像 Walmart 這些龍頭零售商的價格行為呢，已經在宏觀資料層面發揮了降溫的效果哈。那如果關稅的影響真的是像估算的不斷的往上攀升的話呢，通膨主動壓力的一大來源將會減弱，整體通膨的走勢對於政策制定者還有市場來說呢，是一個正面的訊號。還有一個 Costco 的執行長呢也計劃了，打算要把先前轉嫁給會員的關稅成本，現在要返還給消費者。不但如此，也看到川普政府呢在上周。對不起，是這個禮拜哈提起上訴，挑戰法官要求美國海關向所有進口商退還大約是1660億美元關稅的裁定。那最高法院呢是在今年2月以6-3裁定了，說川普援引的 IEEPA 課徵這個全球關稅的做法是違法的。所以莊老師，我們看到沃爾瑪的定價策略調整到現在，川普他還是強力對抗法院的退款判決啊。關稅真的很好用，對他來講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政策工具，但是會不會也到了一個利空出盡要反彈的地步呢？是的，這個我會說完美演示了美國三權分立、國會、立法這個立法、司法跟行政 check and balance 的一個態勢哈。美國媒體有一個很傳神的描述，就是川普專門打別人天靈蓋的狼牙棒被沒收了。好，也就是說被國會沒收了。好，那對企業來講，這是一個利好，這是一個利多哈，因為剛剛講了1660億美元，不管是退給消費者，還是作為未來更彈性的一個定價策略，都是好事。但是呢，我們必須說了哈，儘管有這種現金流大補丸，但是是不是利空出盡呢？倒也未必，因為剛剛如我們剛剛討論了嘛，美國貿易法規裡面還有不少是總統可以單邊來這個實施制裁或報復的，像剛剛講的301、特別301等等。好，更何況川普政府呢，也在本周會提起上訴。所以說未來好戲如何，還有待觀察。OK，金哥覺得。
我想大家永遠要記得，政治的指控不需要證據，帝國主義跟你這個打交道也從來不講任何理由。美國立法之中有很多單邊主義，301、232有這麼多的條款，但是並不代表他使用這些條款只有其利而未有其弊。所以呢，他也必須要權衡，他這樣做完之後，究竟對美國社會安定以及民生會造成哪些的衝擊？不要忘記。對於川普而言，最重要是如何撐過期中選舉，一切就是票。所以所有的政策呢，他今天在那邊翻雲覆雨對象看起來是對着其他國家，但真正的目的是安撫群眾，爭取。